现在是治安检查，请你出示身份证。看什么看的？就是我。又一个人来喝酒。我才没有。他是我男朋友。身份证。走，去你家。哎呀，放手！不是说是你男朋友吗？临时的，你懂不懂啊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别放开！走。放开！放开！哎，走啊！你谁呀？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废什么话呀？走，去你家，别扫兴嘛。你神经病！谁呀你？走。你放开我！干嘛啊？在大街上不要拉拉扯扯。她是我老婆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谁是你老婆？谁认识你？车在哪？叫我喝醉了。走啊！你怎么不走啊？我们得先找到你的车，要不你就跟我回派出所。日战，你干什么啊你？疯你很啊！凶啊！走啦！哎呀，走啊！你放开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不能动一个警察的警帽，你知不知道？跟我说你车在哪，我替你开回去，可以了吧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车在哪？找到你的车，你就能摆脱我了。你不是一直很讨厌我吗？也对。那走啊。小弟弟，你刚才长得超帅的呢。你等一下。你害羞了，你害羞了。离我远一点。你越这样说啊，就越说明你害羞了。你再说我就把你铐起来。给你。你好啊。晚上怎么办？现在下雪了。你倒是说清楚，到底是哪一间啊？你看清楚这是哪？哎，你看一下雪嘛。走啦！哎呀，你怎么这？我的防雨伞是吧？香香水。可是姐姐我买的。好，进去。紧张。哎呀，有什么了不起？男女授受不亲，我就不帮你洗脸洗脚了。臭就臭吧。哦，爸，你猜对了。说什么呀？我说你聪明。说什么呀？我说啊，你猜对了，这个人害我撞车的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躺好吧。哎，你不要管我，你，
你干什么啊你？你想怎么样？我想学手铐。莫名其妙。哎呀，你躺好了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交给我，我是绝对不会放开你。你得先放开我才能教你啊。那好吧。手给我，压着，扣了。好神奇哦，这个这么快就扣上，莫名其妙，学着不知道干什么。是这样吗？你干什么啊你？这不是就弄上了吗？这不就是要铐起来的？那不然要怎么？有毛病！你要是给我，你干什么啊你不要！你干什么啊？我学来就是要这样用的，那不然刚好铐起来干嘛？哎，我。小弟弟，因为你看过我的身份证，所以你知道我的年龄，我就要把你铐起来，这样你就不会上手去了。乖。喂，你这是袭警哎！喂，喂，喂，许然，我告诉你，你再不来我就死定了。服务员，麻烦帮我这里收一下。喂，喂，我不管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，我也不管你到底想不想起来，但是有件事我要告诉你。你的徐然老板在你门外。喂！你怎么在我家啊？怎么回事？你赶快去开门吧。衣冠禽兽！流氓！喂！徐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可以进来吗？请进。
别走。你跟张大宇之间的感情是你的个人隐私，我无权过问。可是当张大宇被选为天阳代言人的时候，你应该把这个情况告诉公司。是，我错了。我个人的建议啊，你应该把这些照片都收起来。不行，谁都不许动他们。好，我不动你的东西，我给你2个选择：要么你把这些照片都扔了，要么你离开这里。我不希望你永远停留在过去的情绪里。你还有工作需要负责，你还有新的生活要面对。好，我跟你走。徐总，麻烦你把我送到我另外一处房子。姐姐，你有2处房子啊？不然我怎么当你姐姐啊？从现在起，这一段生活将被永远封存在这里。这一页翻过去。新生活正式开始了，走。你能够像你告诉他那样，从过去的情感里拔腿就离开吗？你看人家多干脆，门一锁就再也不进去了。我们2个不一样，他失去的那个人还真实的存在，还活在这个世界里。可我失去的人，原本就是不真实的，是一个幻境，是别人给我设下的一个套。他只活在我的回忆里。可我宁可相信这些回忆都是真实的，因为它让我快乐。林姐，请出示身份证。为什么每次临检都能临检到我呢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到。我说为什么检查都会检到我？我长得很像流氓吗？请你出示身份证。不是看过了吗？请你配合检查，还有很多人等着要检查。李警官又出警啊！你给我老实一点。我不老实吗 ？OK， 我先走。哎，喂，不出示身份证不能离开。我就是没带，怎么着吧？我不是刘谦辨不出来。居民有义务随身携带身份证。那我要问问你，你看我身份证是为了什么？辨识居民身份。对呀，你认识我，你干嘛非要看我身份证呢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小弟弟啊，
你每次看到我跟男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都假借检查身份证之名来搅局，对吧？心里很不舒服。我有什么好不舒服的？我们压根不熟，我怎么辨识你身份啊？哼，要是你不认识我，怎么会被我铐在家里面1个晚上？如果你不配合调查的话，麻烦请你跟我到派出所走一趟。你。 好，麻烦了。你如果不出示身份证的话，我只好请你的家人拿户口簿来把你领走。我给你变个魔术吧。不需要，不看。小气。哎，那是什么啊？ 可以走了。你处心积虑的把我抓回来，不是想跟我多待会儿吗？恭喜你，你如愿以偿了。我只是秉公执法，公民有义务在临检的时候出示身份证。那天晚上，我把你铐给我们家1晚上，算不算袭警啊？如果你秉公执法的话，应该要处理我吧？ 你说那个朋友怎么没来上班啊？那个职位不用给他留着了，他运气不好。有的时候，我觉得用英文会更方便一些。比如说，他会有很清楚的指代，是 she 还是 he。she 和 he 有区别吗？那就一定是 she 了。漂亮吗？还行吧。 还行，就是很漂亮。冯总，你是在写推理小说吗？这只是女人的直觉。这是我们准备赞助的项目名单，后面是备选，您可以看一下。什么诺亚方舟研究小组啊？把这个拉掉，给野生动物保护协会。 好的，我整理之后再给您看。你昨天没有休息好啊？昨晚我去搬家了，搬家？帮朋友搬家。哦，你还记不记得上次那个被江东炒掉工作的女孩？她最近也在搬家。现在女孩我真是搞不懂，我在冯路飞那里给她留了一份工作。 他非要翻硬币来决定去不去，结果呢，翻了3个反面，不去了。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他是故意的。故意的？这还不够明显吗？普通朋友的帮助，他一定很乐意接受，但他却以这种方式来拒绝你，表面上看起来是不想欠你人情，但其实没那么简单。 我觉得他对你很有好感。正，反，这手绝活还留着呢。小时候靠这一招赢得不少糖吃呢。哎，你们网站开除你。 是因为你拍的视频点击率不够高啊，七七，你看你当拍客失败了，你得自己找原因。我建议你啊，你这段时间多学习学习，多充充电，去考个研究生啊什么的。哎，要不然你去考雅思，出国算了。可是我现在最主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。现在的工作是挺难找的，所以我才建议你这段时间学习，避开就业高峰期呀。 其实昨天有一个人想介绍给我一份工作，他让我抛硬币，如果是正面我就去，如果是反面我就放弃。
投硬币的建议是你提的吧？他给你介绍什么工作啊？要是服务员或者是那个收银员之类的，你就不要去，太跌份了。其实那份工作挺适合我的，广告公司的文案。但是我还是故意投了3次反面，拒绝那份工作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提供给我那份工作的人，我喜欢他。真的？你怎么从来没有说过？喂。喂，七七，哎，我跟你说，那个房屋中介已经给我们介绍了一个特别好的房子，月租只要200元，而且还位于市中心。他已经在那儿等我们了，你快过来看看吧。哪有这么便宜的房子啊？房东有个古怪的要求，就是只许带衣服进来，其他东西不准带。那你把地址发给我，我现在过去。我有事得先走了，我们下次再聊。拜。哎，那人是谁啊？ 6号楼1单元。哎，不就这儿吗？对啊。可是这儿未免也太高档了吧？请问您是赵宁先生吗？啊，我是。好，你们请进吧，房子已经收拾好了。 你确定这么大房子每个月只要交200吗？是的，小姐。哦，请随便参观。哎，这里为什么放这么多张大宇的照片啊？不知道，房主的私事我们一律不过问。哦，对了，小姐，如果你不能保证坚决不移动、不重新摆设屋里的所有东西，尤其是这些照片，这个房子就不能租给你们。 可是这些照片，这也太多了吧？我们是绝对不会动的。好，好。小妹儿在乱打猫。哎，这房子这么大，装修的又这么漂亮，离市中心又近，我们上班多方便啊！这简直就是铁上掉馅饼嘛！可是你不觉得这馅饼也太大了吧？你不觉得有点便宜占过头的感觉吗？你占过别人便宜吗？就是因为没有啊。 全都是崔大饼在占我们便宜，这不就是吗？这不就是上天给我们的机会，去占人家的便宜啊？可是这个照片也太多了吧？哎，你说这主人得有多喜欢他呀？搞不好这照片是用来镇宅的。要是你实在不太喜欢，也没关系，我们再去找别的。反正我们这辈子也没占过别人什么便宜。 够厚道！哎，别人都这么夸我。把合同给我们吧，这房子我们要了。好，合同。你们怎么就只会拍狮子变狗的这些视频？要不然就是你看猫在街上翻跟斗的视频。要不要我告诉你们，社会需要你们什么样的贡献？八卦，八卦是什么？你说。 这么简单你都不会，还来我们网站？很简单嘛。我是被你们活活的气死，真的是。崔主编，有人找您。好。哎，江东啊，哎，V 公司的对不对？啊，你来的真不是时候哎。 我刚刚好在教训我们公司的废物，我们的公司废物啊，如过江之鲫啊，一抓抓一把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现在要开除谁？帮我开除，我受不了了。我来找汤七七的。一群废物，你们还站在这里干什么？丢人现眼！闪开啊！真的不好意思啊，让你见笑了。来，对不起，坐。不用。哦，对，你刚刚说要找汤七七耶，哎，但是那个汤七七已经被你开除了耶，他已经如你所愿啊，消失在洪流之中。那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啊？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啊？
你真的要知道他在哪里啊？那我告诉你啊，你刚刚在来的街上，是不是有看到有人走过来走过去，走过来走过去？那些为生活奔忙的人哦，其中之一就有汤七七，你到里面去找就有了啦。哎，我们公司现在有客人呢，废物废物，你不会倒茶吗？这么没有礼貌。你看到没有？我们公司都是废物哎，我们这种小公司。 怎么跟你大公司比呢？你们公司这么有制度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公司来的这些废物，你觉得我们会给他留资料吗？那他的电话呢？可以给我吗？哼，你又跟我开玩笑了。你有能力开除别人啊，你一定可以找到他，你一定可以找到他电话的。哎，你是个人才哎。好吧，如果你有他的消息，马上告诉我。 好处不会少的。嗯，你讲那么多废话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江东啊，我就不送你了哈，慢走。废物啊，你这次真的做对了，不该来的时候来，该来的时候就是不来。 啊！你不要走，我还要告诉你哦，你就要学他哦，学狼心狗肺的东西啊！为什么？疯猫网站就是你的家啊！希望你以后把疯猫网站当做你的家，变成狼心狗肺就对了。走开，废物！喂，有手自己去搬啊，抢别人的算怎么回事啊？喂！好啦，走了，去在那边。 笑吧，不就是没有坐到一张椅子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哎，你忘记我们是做什么的？拍客哎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地道战、地雷战都是这样过来的，还会怕没有椅子坐呀？加油！各位安静一下啊，我们公司的情况就是这样。如果你们能每个月都完成指标，那么你们的月薪啊，超过5位数。 绝对没有问题。你们每一天打500个电话，只要50个成功的话，那么幸福就离你们非常近了。那么下面，你们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好，由你先来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叶英晴，来自湖南。我的名字很简单，总共3个字。 叶英晴，叶英晴的叶，叶英晴的晴，叶英晴的晴。来，大家跟我一起喊一遍我的名字，叶英晴。大家这不要害羞嘛，这是我跟大家非常沟通的非常好的方式。来，大家再跟我念一遍我的名字，叶英晴。哎，这人也太搞笑了吧！世界上还真有他这样的人啊！太不靠谱了，这都行。他这种人，也许真能每天精神矍铄的打500多个电话，拼命拉近跟幸福的距离。哎，500个电话呀，那是浮云，幸福不能涅槃。哎，你还记得我是谁吗？我是汤七七，汤七七的汤，汤七七的七，7777的77。我现在发现啊，每天出来找工作，看到全都是喜剧。哎，我希望我们的结局以后也是喜剧啊。那一定是必须的呀！你想啊，你看到过哪个悲剧上面会写2个大傻瓜住进了1个月才只要200块钱的豪华住处？好，走吧，继续找工作去。往前走啊，不但有干粮，而且还有粥。好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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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剪出来的 TVC 体现的是青阳的品牌精神、突破和挑战。徐总什么时候到？他说不看样片，我们开始吧。好的。徐总，是谁在煮咖啡啊？领工资并且纳税的人。
你现在也会开玩笑了。谢谢徐总。懂得幽默是好的，但是你要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。这份文件里面有3个语法错误，马上改好，重新打印一份，20分钟以后交给我。我一猜又是你。这么香的咖啡，也只有你煮得出来。希望你不要认为我换掉你们公司的咖啡机是对你权威的挑衅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如果你介意，我可以随时搬走。我当然不介意。只是咖啡好不好喝，关键不是咖啡机，而是煮咖啡的人。如果微公司需要一个咖啡供应员，我想我可以试试。我对这个职位比创意总监更感兴趣。新的广告创意大片的方案，我跟叶总监也商量过了，他提出了几点问题，我们都解决了。现在想听听你的意见。我看了之后会亲自回复你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不拍广告，你会做什么？煮咖啡。我说的是比煮咖啡再大一点的事情。徐总，有什么想法就直接说吧。你拍过的最长的广告有多少秒？30秒。30秒能在观众的心里面占据多大的位置？那要看这30秒是不是真的打动了观众的心。OK。广告的时间长短是它效果关键的因素。通常的做法是把30秒的广告重复的播放，让观众被动的接受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可以这么说。如果我们换一种玩法，把广告变得跟世界杯直播一样呢？我不懂。在固定的时间段播出，有固定的观众，让观众会为了等待青阳而改变他们约会的时间。我觉得仅仅是印象深刻那是不够的，要让青阳的产品和理念和观众的生活息息相关，要有启发性、互动性，还要有那么一点娱乐性。这样观众就不会觉得单调和乏味了。冯总，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。你一定是想，像我这种夸夸其谈，又有许多不切实际想法的客户，你见得多了，你一定有很多办法来对付我。徐总，你真的不了解我。通常我都是用各种方法，直接去拒绝的。可是这次我想改变。怎么改变？我要想办法来对付你。我看你最近好像瘦了。我每天坐着，胃都坐小了。你长胖了。哎，我每天都穿梭于各大求职现场，我要是再不多吃一点，搞不好哪天就真的晕在人堆里了。没事儿，胖点有福气。哎，你工作找的怎么样了？没找着。七七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就是适应能力太差。你应该主动去适应公司，而不是让公司去适应你，你知道吧？而且啊，只要做错了事情，都是你的错，不要想着去怪别人。你还不是老骂老板啊？哎，我们俩公司怎么能一样啊？你那种小公司做好一件事情说升就升了，我们那大公司一层楼全部都是经理、总监什么的，吓死人了，都不想跟你说。那我还是不要找大公司的好，身心健康。身心舒畅，那才是最好的。西西，你还真别说，有些时候啊，你比我聪明。那你要考虑换家公司吗？我老板徐然离不开我。你找房子找的怎么样了？我都忘记告诉你这个天大奇遇了。我同事赵宁帮我找了一个月才200块钱的复式豪宅。你们不会是被骗了吧？会不会是什么帮派的地下据点啊？不是，那个人啊是张大宇的超级粉丝。进房间之后，所有的墙面上贴着都是张大宇的照片。但是呢，他的规定就是不许我们动，这就是我们入住的条件。如果我们动的话，我们就得扫地出门。多吓人啊！这么古怪的地方，你还是不要住了吧。我们现在还不是因为没有钱嘛，所以只能先暂时住在这儿。等到我跟赵宁攒够钱之后，我们就搬出去。
不过我跟你说啊，像我这种人住惯小房子了，住这种大房子啊，还这么每天都失眠呢。我突然发现啊，从这个角度看你的小腿，还挺细的。我瘦了嘛。你这样刚好了，不要再减了。哎，都是累的。是吗？嗯。那有空我请你吃饭，好好慰劳你啊。好啊。哎，对了，茶水间那个新来的咖啡机，是谁拿过来的？好像是上一回冯路飞带过来的，徐总很喜欢哦。他喜欢人还是咖啡机啊？两样都喜欢吧。我只知道他前一段时间托冯路飞给人安排了一份工作。谁？好像是一个因为我们公司的原因被开除的，反正是个小人物啦。你也知道，徐总他有同情心，喜欢帮助人嘛。所以那个女狗仔有没有到冯路飞那里啊？女狗仔？对啊，你有见过啊？就是那个常常拿着 DV 拍徐总那个啊，偷偷摸摸那个。哎，继续啊。什么？那个女狗仔后来有没有到冯路飞那里去？没有。你怎么想起问这个呀？我怀疑徐总偷偷交往的对象就是他。熊小姐，我一直觉得冬天才是这座城市最好的季节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跟帅哥吃午饭？这么晚才约我吃饭，我就要约你喝下午茶了。阿少不会还没吃过东西吧？我最近胃口不太好，吃的比较少。你知道我们能够吃到的东西太多了。有时候选择一多，会丧失选择的判断能力。从科学上角度来说，这叫做选择疑难症。这么复杂？我需要去医院吗？哎呦，讲到治疗，我就不知道我要选最好的医院还是最贵的医生。熊小姐，你有没有认识什么名医啊？最好是会员制，人一多我就烦。我们家族注重健康，尤其身体更是讲究。我觉得这样就小题大做了吧？怎么会是小题大做啊？小病不治会成大病的。你知道一旦我住院，对我们集团影响有多大吗？这种病根本不需要住医院的。那很难说啊，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。就像我要买房一样，我找不到房东，结果找到你，对不对？据我对房东了解，这栋房是不会买的。我知道，房价一路飙涨嘛，他想握着房子增值是吧？这没问题，我以房换房呗。你告诉他，不管哪个地段、哪间房子，只要他满意，我买单。就当我跟他换呗，钱什么的，我一次付清。安少，我想这可能已经不是钱的问题。不是钱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呀？你仔细想想哦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是钱的问题，对不对？那你觉得钱可不让这个咖啡馆的人全部走光啊？没见识过现金魄力的人，我想他们哪里都不会去。刚好，我今天没带这么多现金哎。安少，作为富家少爷，我想你身上带的钱应该足够让那张桌子的客人给诱惑走吧？
这有什么难的啊？不好意思，两位，能不能麻烦请你们把位置让给我？干什么呀？神经病吧？不是，我不是神经病，是这样的，今天是我跟我女朋友3周年的纪念日，刚好这个位置是我们初次相恋的地方，所以我想麻烦请两位能够……你赶快滚开啊！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把位置让给我。还不走？我没钱了。那亲爱的，我们走吧。走吧，走吧。今天咱们不去超市了，去逛街吧。走。怎么样？过去坐吧。不用了，我们走吧。哎，我才刚买下来，你要走了？我没说要坐那个位置啊，我只是想见识一下金钱的魅力。事实摆在眼前，没有人对钱不动心的。但钱也会有用光的一天，不是吗？就好像你现在这样。喂，喂，我还有卡呢。我去柜子里拿 CD， 却发现妈妈的东西都不见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我妈妈。我一直在找她。但是我相信，有一天我一定可以找到她。今天的活动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下次时间不变。是第一次过来啊。你好，我叫徐然。听到您的名字，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人，他也叫冯秀文。我就是你知道的那个冯秀文，同样的，你就是我认识的那个徐然吧？幸会。幸会，幸会。微公司的徐总怎么也经常来参加这样的聚会吗？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段难忘的故事，需要有个地方倾诉。是啊。如果是在高尔夫球场相遇，或者是在跑车俱乐部，那就实在太无聊了。徐然，6点钟去吃饭，我们在外面等你了。好，我一会儿过来啊。嗯，你平时活动完了，经常参加他们的吃饭吗？俱乐部的成员感情都非常好，每次活动完了，我都抽1-2个小时跟他们一块吃饭。为什么这么做？他们大部分都是外地人，为了要寻找失踪的亲人，在这座城市住了下来。大部分的时间，他们都很孤独。这让我想起了8年前的我。那个时候我在纽约创业，每天下了班，都在街上闲逛，喜欢看各种各样的橱窗，然后一头钻进一家小饭馆，买2罐好喝的希腊酸奶和1个汉堡回家。和他们一样，每天的黄昏，我都在街头徘徊。可能是经历相似吧，每次和他们在一起，都有聊不完的话题。是啊。你觉得 MGM 怎么样？传说中的连锁帝国。今天你可以把时间留给我吗？我要跟你好好聊聊。你认为这样一个星期5晚上的6点，算是虚度吗？能够受到您的邀请，和您一起吃晚饭，相信不会有人觉得是在浪费时间。因为我是一个所谓的有钱人。没错。你还倒真是直言不讳啊。我想所有的人都愿意和有钱人一起过周末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的吸引力是源自于钱？不可否认，这是其中之一。那你认为，你吸引我的又是什么？
可能是因为我来自于平民阶层，相较于贵族，你们更喜欢和平民打交道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够让你们看起来既善良又体面。这么说起来，我很虚伪啊，听起来我好像不是个好人。不，恰恰相反，您一定是个好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您所有的产业都是来自于继承。这话说的有点意思。那么现在也让我来擅自的揣测一下你。很显然，你出身于小康家庭，可能是温饱。这两个词儿，我始终有点混淆不清。正如你所说的，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你的头衔，你的资产，啊，总之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你自己挣来的。你是所谓的新贵，你是最典型的中产阶级。但是，让我感兴趣的地方是，你本来是应该心灵空洞、虚无，但是你却说出了“黄昏小职员”那一番令人动容的话。也正是这句话，暴露了你城市小平民的背景。但是这就让我感到高兴，徐然，你是个有感情的人。希望我的感情没有显露得太明显。那倒不至于。其实，在你之下的人仰视你，跟你一样的人也仰视你，比你高一点的人呢，他们平视你，心里仍有敬畏。这些人揣摩过你的底线，但是我觉得这些人永远不可能认识真正的你。那您觉得真正的我应该是什么样的？表面上你看起来无懈可击，但是你的内心十分脆弱，就像一只鸡蛋，破了壳以后，它就会流淌得稀里哗啦的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还是来说说你在纽约的生活吧。那儿的希腊酸奶最好吃。怎么了你？干嘛苦着张脸啊？我在公司笑得脸都僵了，好不容易吃个饭放松一下，你还让我笑，真是没人性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看你脸色不好，怕你受什么委屈。我受什么委屈用跟你说吗？最讨厌有些人，以为自己只要笑嘻嘻的就可以把全天下的好事占光。看来你今天的火气真的很大。哦，对了，新世界商场搞嘉年华，全场东西都5折。我不去，一打折全是人挤来挤去的，能买什么好东西啊？打折东西便宜，人当然多了。那天我们一块儿去呗。你一天到晚都是一个人跑东跑西的，你现在需要劳动力，你就把我叫上来。我每一次都是和你一起去的，好不好？反正我不去。不要用你那双无辜的大眼睛看着我。那你到底想要买什么嘛？唉，我要买的东西它又不打折。你说出来听听看嘛。我要是看到了，我就帮你一块儿买回来。我想买 LV，LV 打折吗 ？LV 你又买不起。你怎么知道我买不起呀？我有多少钱用向你汇报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啦。啊，算了，不说了，吃饭。徐总，打扰你休息了。没事，进来吧。能跟我去一个地方吗？
不好意思，占用你周末的时间，让你来我家做客。这是我的荣幸。小的时候没有见过海，总认为海应该是绿色的。就是这片草坪，是我对海最早的记忆。直到现在，有的时候做梦还会梦到自己，在绿色的草海中游来游去的。我小时候住的地方，对面也是一片绿色，那里有一个菜市场。我家楼下就是一条大马路，每次过马路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冒险。我第一次过马路应该是我9岁的时候，一个人去伦敦。你别笑我，那个时候我连红绿灯都不会看。那我猜你肯定没有吃过路边的快餐。你猜的可真准。请进。这是我们家的客厅。我猜你们家的家具年龄都跟你爷爷一样大。是我曾祖父留下来的。我们家就没有新的东西，除了我。带你去花园看看。小的时候，这是我一个人的游乐场。这附近一带都是你们家的产业吧？嗯。刚才来的那条公路也是我们家出钱修的。看来你今天是把我带到了冯氏帝国的核心啊。你喜欢吗？我再带你去山上的马场看看。如果你有时间，可以随时来玩。不必了，冯总。有一点你要明白，就算我同意了你父亲的邀请，到你们冯氏集团来，我的身份也只不过是一个职业经理人。我只负责打理你们的生意。今天你带我看的所有的一切，继承人是你冯无非。我很高兴，我父亲的选择。谢谢你的邀请，我先告辞了。对了，你还记得我说过要想出一个对付甲方的方法吗？你有新的信阳推广计划了？让青阳成为一个持续不断的话题。在固定的时段播出，有固定的收视人群。很不错的概念，但我需要一个具体的方案。等你的好消息。怎么了？哎，你不是跟简单出去吃饭了吗？怎么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啊？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让简单不高兴了。为什么？我约他去逛街，他竟然不去。他可是花车皇后哎。哎，他脾气那么坏，说不定在公司受了什么委屈，跟你发脾气，他会来找你的。不过我真希望那个什么500强不要给他太大压力，看着他不高兴，我自己心里也不好受。那他就是不陪你逛街？就连那个除夕嘉年华疯狂购物夜他都不去哎。那我陪你去逛街。你喜欢逛街啊？当然，我可是购物杀手啊。怎么说？我去帮你规划一下扫货路线图，看怎样稳准狠抢到你想要的东西。这么厉害啊？那我现在去画，到时候我们直接行动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拿纸和笔。好。我可以和七夕约会了，太好了！放松，高一点。好。
怎么回事啊？一点团队精神都没有，你这是在影响大家，影响一群和谐的电线杆。对不起。全体变乌龟。你还真成了乌龟了啊！动作这么慢，站没站相，蹲没蹲相。面试而已，有你这么不尊重人的吗？琪琪，我们走。得，趁早给我走，别在这儿影响大家。琪琪。啊？醉鬼，醉鬼出事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今天是除夕，我给你送礼物来了。不需要，谢谢。哎，里面不方便啊。今天是除夕疯狂购，0点之后所有的商品都享受5折优惠，高兴吧？你看。我就知道，只要一打折，就连有钱人都会笑。我是笑你莫名其妙。你怎么就知道我对那种事情会感兴趣啊？打折哎，有钱捡你不高兴啊？捡钱对我没用啊。我住酒店、吃饭、开车，公司都可以报销。捡钱对我没有意义。所以我才要让你享受这一份快乐。当你买了打折商品之后，你就会听到叮当叮当的声音，那就是你省了钱之后，那些钱掉进你口袋的声音。可能钱对我的作用真的不是很大，你就别在我这浪费时间了，赶紧去疯狂购吧。你总不能拒绝这个了吧？我丢3次，如果3次都是正面向上。你就跟我乖乖的出去疯狂购物。我还就不信你的运气每次都这么好。那就试试看呗。还有2次。认输吧。再来。还要打开吗？张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我的好朋友赵宁，这位是陌生人徐然。你好，您就是微公司的老总吧？看上去真年轻，比我们大不了多少了。琪姐，徐总也跟我们一起去抢购。当然了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战斗力。人家住这样的地方应该很忙，哪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去商场抢购啊？看来你的朋友比你善解人意多了。可惜我今天不负责善解人意，善解人意呀，就交给你了。我今天专门负责快乐。所以我现在要带你去做一件我觉得很快乐的事情。好好好，我愿赌服输。时间有限，要不然你再当一次司机。跟我走吧。去哪儿啊？新世纪商场。你们怎么说话就跟出租车司机跟乘客一样？你见过那么好的出租车吗？也是啊。哎，这车真不错。如果我有钱了，我也弄一辆。不过要是我有一台这样车的话，我一定把这儿的座椅全都换成 Hello Kitty 的，然后还在这里挂一只小猫咪。对对对，装修车就跟装修房子一样，可得花点心思啊。1年1次的大扫货，就是意味着满载而归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会帮你拿东西的。那怎么好意思啊？没关系，我可以当你的军师，也可以当你的杂工啊。
这样子的话，我岂不是就要付给你双倍的工资啊？各位听好了，新世界百货打折盛况空前，出现了拥挤状况，商场方面决定暂停接受新顾客的进场。不是吧？怎么办？被人抢先一步了。哎，要不然我们去万达吧，那儿不堵车，而且也是疯狂大打折。好，我们就去万达。去万达吧。改去万达了？对。等一下进去之后呢，我们就先到1楼的 A 区，那边有一条我看上很久的裙子。当然了，除了裙子之外，还有帽子、裤子和鞋子。你记住我的型号没？放心，我记住了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就分头行动。如果找不到的话，我们就电话联络，然后就在 A 区门口集合。没问题。那请问我干嘛？你没有想要买的吗？我什么都不缺啊。不缺也要买。对了，你就去买领带。赵宁刚好要找工作，你多买几条，他一定能够用上。领带在哪儿买啊？你跟着我走，我待会儿会指给你看。我们今天即将要面对就是一场恶战，对待手里的货物，只要钱包没贬，我们就要实行不抛弃、不放弃、不嫌弃政策。对待再凶险的敌人，我们也要跟他拼了。所以，石然同志，请问你有没有信心完成我交给你的任务？好，我尽力。那你呢 ？Are you ready？ 时刻准备着。Go！ 哎，你怎么样？这领带你要不要？我要啊。看你也不像打着领带的，给我。哎，阿姨，这个。阿姨，哎呀，你没事在这找什么挡什么道啊？出去站去！你以为你像电线杆？你以为模特啊？好啊！哎呀！我不像打领带的人吗？像。我杵在那儿像电线杆吗？不像电线杆，像模特儿。你拿那个看看吧，你看这两个。怎么两手空空就过来了？在那儿那么久当模特儿啊？哇塞，这也太多了吧！哎，快点去试试看。好。怎么样啊？有没有体会到疯狂大抢购的乐趣啊？我是不是真的很像模特啊？木头的，还是现成的。来，转过去，帮我把这件也拿好。看这件怎么样？看一下。这件呢？不好看吗？那这两件相比的话，哪个颜色更好看？放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动啊！放一下。这个拍摄方案最大目的就是用最短的时间，用极富现代感的拍摄手法，体现青阳的特点。着重宣传的是青阳无懈可击的理念。冯小姐，你觉得一个30秒的广告，放得下这些吗？江总监，您觉得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？我的意见很简单，我觉得你说的这些都太一般了。你知不知道现在的观众每天要接受多少这种直白的宣言式广告？他们都听腻了。我们顶多是丰富了这些看电视的人们中途上厕所的背景音。
所以我希望有一个新的方案。可是这个创意是之前徐总认可的，而且他在描述这个创意的时候非常兴奋，也很肯定。不信，你可以问叶总监。冯小姐，我们公司对于设计产品宣传这个环节，向来是很民主的，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，谁的意见好就照谁的做。即便是徐总认可的案子，我身为一个员工，一个品牌总监，我一样有权提出我的意见。我想徐总会很认可我这样的态度。江总监是在反对徐总的创意了？我跟徐总共事这么多年，我不太相信这是他的创意啊。好，您可以找他去核实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我会的。请进。江总监，青阳新广告的下一笔经费需要您的签字，你看看，这是他们最新的预算表。这些签注的地方都是我不明白，或是我们之前没有沟通清楚的，我需要他们派人来跟我解释一下。好的。哎呦，快帮我拿一下，我拿不动了。我帮你。来。哦，累死我了。又买这么多啊？又是拖把，又是洗洁精。这要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我们现在开始要节省过日子。你这种节约，群众表示很有压力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当当当，嘿嘿。你这也叫勤俭节约啊？错，这个啊叫做提高生活品质。啊，全部都是帅哥。耶！耶！大功告成！哇，看到被那么多帅哥包围的感觉真是不错哎。你就不怕被房东轰出去啊？可是每天你都看到那么多，全都是张大宇的照片，你不觉得恶心吗？而且我们并没有破坏任何东西，所以我们只要在离开之前把这里恢复原样，就一切 OK。可是，我还是有些害怕。哎，万一要被房东轰出去的话，去哪找这么便宜的地方？而且，我们现在身上又没钱，我看还是别冒险了。你干什么呀？这是我辛辛苦苦弄好，咱能不撕了它吗？哎，你不会这么胆小吧？这可不是当初和我一块儿离开公司的那个赵宁啊！那要看为什么。哎，你做人不能那么死板。你无家可归的时候，你可别哭。你什么时候见我哭过呀？给我你！不是我弄的。现在可真没家可归了。不好意思，路上堵车迟到了。哎，是你呀？这事情可真小，说吧。你今天把我约到这儿来，不是要请我喝咖啡的吧？是因为有事直说，我工作很忙。不好意思啊，实在是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
当初租房的时候，条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是，可这次的确是意外，是他自己掉下来，然后就摔碎了。你觉得这理由有可信度吗？我并不是想要推卸责任，我会帮你去买一个新的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的道歉。我再说一遍，租房的时候我们条件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可是条件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嘛。我绝对不会因为你是徐安的朋友，就违背自己说的话。哎，叶小姐，您这么优秀，为了那个男人迟迟不肯放手，你觉得值得吗？我想你还没有资格来评价我的感情，这件事情我会让中介来解决的。预算表的第一稿，江总监在上面批注了一些需要沟通的地方，我派专人去跟他做了详细的解释。这也是我们做的预算表的第二稿，这一次我自己去做的解释，而且回来之后，我做的第三稿，结果又被退了回来。徐总，我希望如果你跟江总有什么个人不愉快的地方，你自己去解释，不要因为你们俩的原因浪费我们的劳动和时间。方总，首先有一点我要跟你声明，在 V 公司工作的所有的员工都是专业的，他们懂得公私分明。更何况，我和江东是很多年的好朋友，并没有你所说的什么个人恩怨。江东并没有错，站在他的立场，他应该这么做，可能是过于谨慎了。你放心吧，这件事情我会亲自跟他沟通的。好，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，徐总。今天我看到了你作为上司维护你的下属和公司利益的一面，这是好事。你知道，我喜欢从好的方面去理解工作和生活。青阳广告大片的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？预算还在核实中。如果我记得没错，确定这个创意方案已经是2个星期以前的事情了。没错，不过因为这次预算是之前的2倍，我希望能够做得谨慎跟细致一点。谨慎细致是需要的，但是你可以给我一个谨慎细致的理由吗？就是因为预算是之前的2倍。希望江东，我们认识很多年了，我太了解你。每次你要编一个理由的时候，你的眼睛都会多比平时1倍的专注和坦诚。我没说错吧？徐总，我告诉过你，我不喜欢冯路飞的创意。那你就写份报告告诉我，你是我的销售总监，你完全有这样的权利。你现在用拖延经费的方法，太愚蠢。你3次退回别人的预算报告，这只能证明一点。你的出发点并不是这个创意本身，你考虑的可能是我跟冯路飞这段关系，你考虑的是我的感受。我猜叶柔还会告诉你，这个创意里还有我的想法，是不是？徐总，请你不要误会，我只想尽我的职责啊。你不要在下面设置那么多小障碍，你直接来告诉我不就好了吗？我上次试图跟你讨论过1次。你以我带有太多个人情绪为理由，完全不让我解释。你知道我说的牵涉私人情感，指的是你跟谁吗？当然是我跟冯路飞。我跟他有误会吗？错。我指的是你跟我。我们在一起工作很多年，我完全认可你的能力。我也知道你一直对我很忠诚。所以你不必每次都在我的面前刻意的表现，江东，你就是你，不要因为我们的上下级关系而丧失你的勇气和自信。徐总，我知道了，预算的事
我很抱歉，我会处理的。少吃这个东西会变胖。这么没礼貌！本来我还有个八卦想要告诉你呢。上班不认真上班，想什么八卦啊？肯定被骂。这新款蛋糕很好吃哎，你尝尝。你自己吃吧。你不吃我吃了啊？这件衣服挺好看的嘛，别人送的。就是那天疯狂大抢购的时候买的。你不去真可惜了。那天我挑了好多今年的新款，改天你去我那儿挑挑，你要是有什么喜欢的，就分一点给你。看样子你逛得蛮开心的嘛。可刺激啦！男朋友都好到陪你去抢购了。我什么时候有男朋友啊？你那么多异性好友，说不定跟谁好了没有告诉我呀。我那天是跟好朋友去的，我叫你去你又不去。哎，你要是跟谁好了，你也别瞒着我呀，我也不会跟你抢。我是真没有，你就饶了我行了吧？好好想想，这周末去哪玩？算了吧，那么多人想陪你，我还是自觉一点吧。你最近是怎么了？是我怎么了，还是你怎么了？啊，行行行，算了，没什么啦。我找徐总，他有空吗？没空，他刚才说了，不许任何人打扰他。怎么，里面有人了？没有啊。江总监，你先回去吧，等徐总有时间的时候，我再通知你。没关系，我在这里等。照片你看了吧？我看到了。哪里拍的？商场啊，除夕嘉年华疯狂购。你都不看报纸的哦？我对购物不感兴趣。简单。徐总。我要出去一趟，取消今天所有的会议。好的。徐总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明天吧。魏警官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太客气了，为人民服务是应该的。魏警官，你这人真是太好了，没想到我们这一点小事你都会亲自处理。事情不分大小，能处理好对人民是最好的回报。
那我们以后遇到什么事情还可以麻烦你吗？当然，派出所的大门是为你们敞开的，有需要欢迎过来。慢走啊！微笑。是。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让我看一下到底是谁投诉的。你好，微公司公关部。V 公司。喂，今天有人打了7通电话，寄了投诉信给我。干嘛？兴师问罪啊？挨骂了吧？记过呢，还是写检查呀？说出来也让姐姐高兴高兴。很抱歉，我被夸奖了。徐总，昨天下午有人找过我吗？哦，昨天下午我帮你把所有的会议都取消了。快下班的时候，我接到一个男的打来的电话，他说让你今天下午2点在奥体水运和他见面，并且只能1个人去。那他有没有留下名字和电话？他不肯说，他还让我捎一句话给你，说你的猫叫公爵。知道了。哎，江总监，谢谢你上回。永远不要对我说这2个字，只要你喜欢就好。我很喜欢。那下次吃饭的时候带给我看吧。嗯。哎，昨天下午你们都走了以后，我接到一个特别奇怪的电话。谁打的？一个男的，主要是他给我说的话，我觉得很奇怪。他让我给徐总说，徐总的猫叫公爵。还有说什么吗？他说让今天下午跟他见一面。哎，徐总刚刚把工作都给我安排好了，估计这会儿都要去了。我觉得徐总啊，最近特别奇怪，每天下午都会消失。你知道他们约哪里吗？2点在那个奥体水运的咖啡馆。一杯蓝山。好的，请稍等。服务员，帮我换杯咖啡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喂。我让你的助理转告你，让你单独赴约，是他没表达清楚呢，还是你不愿意？我是一个人。你不是。
徐总。2件事情，第一件，马上让江东到我办公室来；第2件事情，拿上你抽屉里的爱马仕丝巾，等他出来以后，你也给我进来。江东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在我的身边安插眼线，会收买我的助理。徐总，你误会我了，我只是想要帮你。最近状况这么多，我真的很担心你会出事，可能做法有些过头，请你谅解。谅解啊，我当然谅解了。如果我不谅解你，你现在已经搬着东西滚蛋了。你知道为什么上一次你去疯猫网络逼汤吉吉辞职，我没有怪你吗？因为你保护的不仅仅是我个人的隐私，你还保护了公司的利益。可是今天我的约会是我的私人事情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徐总，我只是觉得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比普通的上司跟下属多一点。所以你就可以跟踪我，可以在我的身边安插眼线。我觉得我们还是保持纯粹的工作关系比较好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没有。公司章程第61条怎么说的？我忘了。看着念。第61条，助理需要绝对保持信息的机密性，不得随意向任何人透露机密文件。助理也有义务保密上司的私人行程，不经允许，不得向任何人透露。你知道写的是什么意思吗？徐总，我错了。我知道你坐在这个位子上，会面临很多的诱惑。就算不是江东，我相信也会有很多人拿着爱马仕的丝巾来找你。你受点小恩小惠，我无所谓。但是今天这件事情，你过了我的底线，这是人品问题。徐总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可以不开除你，我给你主动辞职的机会。你怎么了？徐总真的开除你了？徐总认定了我就是你安排给他的眼线，特别生气。也不想想，我跟了他那么多年，立马就把我给开了。如果他真的这么想，事情就严重了。我可是什么也没有做啊！就我这样的，我能当得了间谍吗？反倒是你，一点事儿也没有。他之所以开除你不开除我，只是因为我的职位比你高而已。我就这样成了你的替死鬼了，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呀？你先回去，我再跟你联系。哎，你要帮帮我啊！怎么了你？七七，要是我无家可归了，你会不会收留我啊？没那么严重吧？我被公司开除了。你得罪谁了？我老板。哎呀，你胆子也太大了吧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这样说我？我是做了替死鬼，给别人背黑锅了。没办法，这就是公司政治，总要有一个人出来当垫背的。哎，算了，不要想那么多了。要不然你现在想吃什么敬请点，今天我请客。真的？那我就化悲愤为10两吧。服务员。
了吧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你喂的猫粮它还没吃完呢。你每天喂食还挺准时的，看来是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了。这件衣服还挺适合你的。这有你的一份功劳。我告诉你啊，没有下一次了。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冷漠啊？那天你明明挺开心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可不能利用了我的快乐之后就想一脚把我给踹开，这样会遭到报应的。不过那天之后，我们应该就已经是朋友了吧？你倒是一点都不客气啊，都没问我同不同意，就已经是我的朋友了。你以为我是你呀？永远居高临下，还端着个架子，有什么真实想法从来也都不知道说出来，累不累呀？那你的意思是？我已经认你这个没头没脑的朋友了。嗯，那我这位没头没脑朋友，请你帮一个忙，你愿意吗？说来听听。有一个女孩，她叫简单，她是你的助理，可是昨天她被辞退了。我相信中间一定是有冤枉，一定是有误会，所以，其实她是一个很简单的女孩，就像她的名字一样。所以我在想，你可不可以网开一面，让他继续回去工作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公司的规矩不能因为个人的感情而改变。我是总经理，更应该清楚这一点。可是就这么一个员工因为误会而被开除，难道你们公司就这么不在乎一个为你们卖命的员工吗？如果是为了利益才成为朋友，那这样的关系一点都不纯粹。你不会以为我是在利用你吧？你还没到这份上。你也太自以为是了吧！我都快被气晕了。那个家伙实在是太嚣张了。谁又惹你了？你说会是谁呀？就是那个自以为是、故作清高、高高在上的臭醉鬼。说了半天，我还不知道是谁。你不知道更好，免得你跟我联合起来啊，会一起骂死他。我去给你做点饭吃。不用了，我带你出去泄愤去。哎，你等等，我去换件衣服。喂，七七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没有带钱叫我来吃饭，我换了衣服，我可没带，你是知道的吧？不用担心，提款机马上就到，你就尽管放心的吃。真的假的？哎，你这么开心，这就是你所谓的泄愤？当然了，我要是不吃饱的话，哪里有精力去骂他呀？你说的不会是徐然吧？除了他之外，还有谁能够惹我这么生气呀？他这人也太不讲义气了，连朋友的朋友都不帮，还在那儿装得很有原则一样。你太没有人性了，汤七七！我受那么大打击，你不但不安慰我，还把我大半夜叫出来给你买单。来，把你叫出来呢，让你买单这只是其次，最主要的目的我们是要和你商量一下，如果收留你的话，你应该住在哪间房间？你说对吧，赵宁？对，你随便挑。看我们对你多好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但是那个买单的钱你还是要还我啊！我现在可是危机时刻。哎，对，我打车过来的那个打车费你也给我报了。既然你都已经说是危机时刻，就不要老在提钱的事儿，就应该想一些开心的事情，比方说吃点儿、再喝点儿什么的。大姐，我都破产了，我还有什么可开心的？所以就要化悲愤为食量嘛。算了，懒得跟你说。哎，老板，买单。哎，你知道什么地方用户最喜欢关机吗？不知道。北京还是上海？宁波。为什么？因为呀，对不起，宁波的用户已关机。好好笑啊！真服了，这种笑话你也能想出来。
喂，七七，你猜我现在在哪儿？听你这口气，也不像是在糟糕的地方啊。我现在就在 V 公司的大楼外。哼，他们总算知道我简单是一个人才，又把我请回来上班啦。怎么忽然又找你回去啦？谁知道呢？可能是我老板徐然发现根本就离不开我，想了一晚上，今天早上亲自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回来上班的。那就恭喜你啦，你老板终于开窍了。那我们找个地方庆祝一下。好啊，好啊。哎，你过来的时候记得把你昨天晚上欠我的钱还给我啊。拜拜。好，知道啦。喂。谢谢你啊。谢我什么呀？简单回去工作了。我可什么都没做。你不要嘴硬了，我知道你们这些精英啊喜欢面子，我就不拆穿你了。啊，不过你今天晚上去我家吃饭吧，随便你点什么，没有照您做不出来的。公司还有很多事情要忙，我今天来不了。你不至于那么小气吧？我一会儿还要开会，先不跟你说了。了不起呀！这件事儿你怎么处理？我正在等他。不要等太久，尽快处理好吗？每天一进公司门，那一大群记者，我头都快炸了。李总，你放心，叶柔已经在处理了。请问徐总到底如何应对马凯？徐总会同马凯一同前往美国上庭吗？很高兴各位对我们 V 公司八卦的关心。我作为 V 公司的发言人，我要确切的告诉你，这件事情没有影响到 V 公司旗下的任何品牌。青阳的广告大片也在如期拍摄当中，9月份即将揭开神秘面纱，与大家见面。谢谢。那请问徐然会公开跟所有的受骗者道歉吗？对不起，我能告诉你的就是 V 公司的所有计划和安排都在如期进行中。我是 V 公司的发言人，谢谢合作。简单。徐总。今天有没有人给我打电话？没有。那天约我的那个男人再也没打过电话来吗？是的，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打过电话。旗下的任何品牌。青阳的广告大片也在如期拍摄当中，9月份即将揭开神秘面纱，与大家见面。那请问徐然会公开跟所有的受骗者道歉吗？对不起。谢谢。我能告诉你的就是 V 公司的所有。这个太无聊了。在如期进行中。我是。哎，我们换个节目吧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我还要看徐然他到底怎么样呢。琪琪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哎，像我们这种小人物，你担心云上面的事情干什么？刮风打雷下雨都是他们事，他们会解决的。可是你看现在，看起来好像很严重的样子。我还是给他打一电话。他根本就不把我们当朋友。你邀请他来我们家做客，他都不来，分明是瞧不起我们。哎，你现实一点好不好？可是他至少是帮简单找回工作的人。错，不是他帮简单找回工作，当初开除简单的就是他。有钱人一天到晚喜怒无常，不知道吗？好吧。不过我还是想给他发条短信。不要管他了。
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来，只是不知不觉就到了这里。因为你还是相信我，你知道那些事情不是我做的。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筹集来的钱没了，核心技术被别的公司抢注，而你失踪了。那个时候我们私募刚刚成功，还有1个月技术就要发布了。有一个叫熊佳杰的女人给我打电话，她说合纵联盟要购买我们的技术。我去调查了，合纵联盟是一家臭名昭著的公司，智利牛肉的垄断、雷雨公司的破产都是他们做的。我拒绝把技术卖给他们。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，我们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。谁也不会料到，我们的技术会提前1个星期被另一家公司所发布的。我当时在纽约街头看到那项技术的光盘出手，我感觉那就是世界末日。那也是我的世界末日，连舒瑶都失踪了。所有的事情我都没有办法解释，但是你要相信我，我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情。你做没做，法庭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裁决。前不久合纵联盟又跟我联系了，他们承认了，当时所有的事情都是他们操控的，包括公司的破产、舒瑶的失踪，所有的一切。行了，你别跟我说这些了，我是不会回美国的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你有什么困难，其实早可以告诉我。这么多年了，我早就想明白了，我不会相信任何事情，当然也包括你。你现在帮我，只不过是为了自己能够摆脱内疚的情绪。那时候你想想，你能够那样的不管我的死活，现在却假惺惺的来帮我，只能证明一点，我落到现在这个地步，完全是因为你。OK， 我只告诉你一句话。不管你对我做什么，我都接受。很好，可是完全没有打动我。谈话到此结束，法庭上见。吃吧。是马凯的事吧？马凯还是不能原谅我。我跟他的事，只能在法庭上解决。那就不要想了。天塌下来，有兄弟陪着你。喂。你还是喜欢在日家甜品店？我们以前在第4街区也经常去。那是我最难忘，也是最开心的一段日子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是实话。可能从那个时候吧，我们的生活就改变了。我刚才进来看到你和你那位朋友，你挺幸运的，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人陪着。我知道这8年你过得很苦，一个人熬到今天很不容易。在我没见到你之前，我一直认为，现实是不可以改变的。我回来见到你以后，我发现，你还是原来的徐冉。现在想想，现实也是可以改变的。不管我有没有打那个电话，以现在的你，都可以圆满的解决。我吃醋了。
我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我自己。哎，警官，我们这什么时候成了你的管辖范围了？我是专程来找你的。找我？我想应该只有你会去投诉我吧。我投诉你，是因为你总是借公务之便干涉我的私生活。你就是看不得我跟别的男生在一起吗？请你以后不要用投诉这种无聊的方式来引起我的注意。我告诉你，我很忙，没时间拆穿你。晚安。喂，是你在引起我注意吧？哎，